6分险胜澳大利亚。美国男篮末节崩盘，詹姆斯10+3+3，库里仅拿3分，他才是真正的球队老大。约基奇给文班上课。塞尔维亚男篮力克法国，布朗尼3分12中0，同为1.87米矮个后卫，布朗尼与谢泼德的天差地别。球场之外，胖杰还在。大家好，我是梦想有朝一日能灌篮的胖杰。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美国男篮 vs 澳大利亚，这是美国男篮的第2场热身赛。美国男篮险些爆了，在最后时刻顶住反扑，以98比92击败了澳大利亚，收获2连胜。本场比赛，詹姆斯10+3+3，库里手感低迷，3分7中1，仅拿3分。而澳大利亚这边兰戴尔大爆发，在内线翻江倒海，轰下全场最高的20分。美国队首发：库里、爱德华兹、塔图姆、詹姆斯、恩比德。美国篮协的预热海报是爱德华兹。澳大利亚首发：比尔斯、基迪、丹尼尔斯、尼可凯、兰戴尔。杜兰特小腿受伤，本场继续缺阵。美国队主帅科尔回应，预计杜兰特很快能够恢复，球队比较乐观。说回比赛，詹姆斯和爱德华兹开场各2记3分，包揽了美国队的前12分。澳大利亚兰戴尔连砍7分，打了半节，澳大利亚只落后3分。谈到自己在美国男篮的角色，爱德华兹说：“我仍然是球队的第一选择，他们都得适应在我身边打球。吴奇胜还叫年轻人吗？”华兹说到做到，单节4投4中，砍下11分，首节还剩4分钟。美国队派上替补阵容，澳大利亚一度追平。浓眉和阿德巴约搭档内线，美国队内线占优，分差逐渐拉开。第1节打完，美国队32比21领先11分。美国队能打球的太多了，第1节主力只打了半节，第2节早早回到场上，一举把分差拉开到15+。澳大利亚3分失准，前10投减2中。澳大利亚主要是自己心态问题，外线有几次都是空位出手，结果就是投不进，基地连篮筐都没碰到。第2节美国队主力几乎打满整节，上半场结束，美国队53比37领先16分。爱德华兹依然是11分，詹姆斯8分3板2助，塔图姆6分3板4助。澳大利亚这边，兰戴尔13分4板3助，基迪7分7板3助。米尔斯真的老了，上半场4投0中没得分，埃克萨姆5投1中仅得2分。美国男篮3分球19中8，澳大利亚则是11中2。第3节开始，美国队直接派上替补阵容，人多就是任性。浓眉率队打出一波11到4，分差来到20分以上。美国队主力上场，恩比德连续出现传球失误，澳大利亚把分差缩小到12分。在一帮前辈面前，华子当仁不让，他想当美国队的老大。第3节，澳大利亚单节24到23追回1分，3节战罢。美国男篮76比61领先整整15分。美国队3个替补，浓眉、布克和阿德巴约得分均已上双，浓眉加热巴，他俩搭档太合适了。澳大利亚没有放弃，第4节提升防守强度，连续身体对抗和逼抢，造成美国队失误。比赛最后5分钟，澳大利亚追至80到86，科尔赶紧叫停，哈利伯顿2记3分帮球队止血，他救了美国队一命。最后10秒，美国队领先7分，布克出现失误，兰戴尔突破打成2+1，分差只有4分了。澳大利亚犯规战术，布克稳稳罚，完成自我救赎。全场结束，美国队98比92险胜澳大利亚6分，这场惊心动魄，澳大利亚太顽强。浓眉大爆发，替补出战18分钟，砍下17分14篮板。恩比德10分5板3失误，首发位置恐怕保不住。布克16分3板2助，德华兹14分3板2助，詹姆斯和阿德巴约各砍10分。澳大利亚兰戴尔20分8板6助，基迪19分7板5助。澳大利亚末节轰下31分，美国队仅得22分，差点翻车。从本场比赛来看，在杜兰特不打的情况下，美国男篮赢的还是非常困难的，内线太弱了，而且没有防守，只能靠进攻压制对手。库里这场表现更是灾难，没有球权发挥不出来，而且对抗差，没有空间给他投3分。最糟糕的就是恩比德，在库里、詹姆斯都在场的情况下，独自持球从后场快下。比赛中更是出现了恩比德投3分，库里给他抢篮板的名场面。美国需要总结了，这要是遇到约基奇带领的塞尔维亚，够美国男篮喝一壶的了。而在几天前，约老师带领的塞尔维亚男篮也与拥有文班亚马和戈贝尔的法国男篮展开了一场热身赛，最终塞尔维亚以79比67的比分击败了法国，但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从比分上看，79比67的结果似乎并不悬殊，但实际上塞尔维亚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牢牢掌控着比赛的节奏。约基奇延续了他在 NBA 赛场上的出色表现，砍下20分12篮板的2双数据，展现出了超级中锋的统治力。博格丹诺维奇贡献了15分，成为球队的第2得分手，而马林科维奇的8分虽然看似普通，但在关键时刻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法国队这边，新科状元文班亚马交出了14分10篮板3助攻的全面数据，展现了他作为未来之星的潜力。然而，
球队的整体表现却略显疲软。曾经在 NBA 叱咤风云的戈贝尔仅得到2分，富尼耶的8分也未能给球队带来足够的火力支持。尽管如此，亚布塞莱的12分和尼利基纳的9分还是为法国队提供了一些亮点。塞尔维亚队的胜利绝非偶然，从比赛过程来看，他们的战术安排可以说是相当精妙的。首先，塞尔维亚充分利用了约基奇的全面性，他们并没有一味地将球传给约基奇在低位单打，而是让约基奇在高位组织进攻，利用他出色的传球视野来策应队友。这不仅让约基奇避免了过度消耗体力，也给了其他球员更多的出手机会。其次，塞尔维亚的外线投射非常出色，博格丹诺维奇的15分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3分球，这极大地拉开了场上的空间，为约基奇的内线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再者，塞尔维亚的防守策略也值得一提，他们并没有特别针对文班亚马，而是采取了整体联防的策略，限制法国队的整体进攻。这一策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法国队全场只得到67分，进攻效率相当低下。相比之下，法国队的表现就显得有些乏力了。尽管拥有文班亚马这样的新科状元，但球队的整体配合还有待提高。文班亚马的表现无疑是法国队最大的亮点。作为一名新秀，他在面对约基奇这样的顶级中锋时并没有怯场，反而展现出了不俗的竞争力。他的防守积极性、篮板球嗅觉和传球意识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然而，在进攻端，文班亚马还需要更多的磨合和经验积累。法国队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进攻端，除了文班亚马之外，其他球员的发挥都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戈贝尔，作为球队的核心球员之一，全场只得到2分的表现难免让人失望。这也暴露出了法国队在进攻战术设计上的不足，没能充分发挥出球员的特点。此外，法国队在防守端的表现也有待提高。面对约基奇的进攻，他们似乎没有找到有效的防守策略，这直接导致了比赛的失利。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场比赛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篮球界新老交替的一个缩影。约基奇代表着当今篮球界的顶级水平，他的全面性正在重新定义中锋这个位置。现代篮球越来越强调全面性，约基奇就是这种趋势的集大成者。他不仅能在低位进行传统的内线进攻，还能在高位组织，甚至可以策应快攻。这种全能型中锋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球队追求的目标。而文班亚马则代表着篮球界的未来，他拥有惊人的身高和臂展，同时又具备部署后卫的灵活性。这种身体天赋加上他展现出的技术潜力，无不让人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文班亚马的出现可能会引领一种新的打法，那就是集防守、篮板和进攻于一身的超级内线。这场比赛的对决，某种程度上也是2种篮球理念的碰撞。约基奇代表着经验和成熟，而文班亚马则代表着潜力和未来。这种碰撞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篮球运动的魅力，也让我们对篮球的未来充满期待。作为詹姆斯的儿子，布朗尼自从参加选秀并加入湖人队开始，他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以至于在夏季联赛中，尽管表现让人一言难尽，但他的热度却远超同届所有新秀，包括状元。作为小个子控卫，他并未在比赛中展现出让人信服的打球天赋和传导球能力，比如在试训中25投18中的3分球，竟然在夏季联赛中只投出了12投0中，第3场更是只有8投0中的表现。截止2024年7月13日，布朗尼在夏季联赛中的数据如下：出战3场比赛，合计投篮26中6，投篮命中率23%，三分12中0，命中率为0%，总共只得到15分，外加12篮板4助攻3抢断。具体表现如下：7月7日，湖人对阵国王的夏季联赛加州经典赛中，布朗尼出战21分钟，9投2中，三分球3中0，罚球2中0，得到4分2篮板2助攻1抢断，正负值负15。7月11日，湖人对阵热火的比赛上半场，全场布朗尼出战28.7分钟，得到3分5篮板3助攻2抢断3盖帽。7月13日，湖人对阵火箭的比赛中，布朗尼首节状态不错，拿到6分，并且上演夏季联赛首次扣篮，全场14投3中，3分8中0，得到8分5篮板2抢断，表现真的是差强人意。而作为探花秀谢泼德在火箭队的表现，却让我们看到了第二个库里，各种急停跳投、突入内线的抛投、3分球外的各种高难度3分命中，各种娴熟技术的应用都让人折服。其实谢泼德的优秀远不止于此。谢泼德大一赛季为肯塔基大学出战33场比赛，场均28.9分钟，贡献12.5分、4.1篮板、4.5助攻、2.5抢断、0.7封盖，投篮命中率53.6%，三分球命中率更是夸张到52.1%，发球83.1%。这就是火箭队为何能力排中一用3号签选择谢泼德的原因吧。截至目前2场夏季联赛，谢泼德场均得到22.5分、5篮板、6助攻、3抢断、2盖帽，投篮命中率是56.3%，三分命中率为45.5%。具体表现如下
7月13日的首场比赛中，谢泼德首秀就展现出极强的技战力，引领火箭队取得99-80大胜。谢泼德在比赛中投篮17中9，三分球6中4，罚球2中1，获得23分4篮板5助攻3盖帽的全面数据，尤其是在第3节独得12分，令人印象深刻。7月15日，火箭战胜奇才的夏季联赛中，谢泼德登场32分钟，15投9中，三分5中1，罚球4中3，拿下22分6篮板7助攻5抢断1盖帽，正负值达到+16。同样是小个子后卫，布朗尼落足187厘米，谢泼德身高也是187至188厘米之间，几乎一样的身高，但布朗尼的体重、臂展、弹跳个人运动能力都优于谢泼德。然而球场上的两人表现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争议巨大。美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的激烈讨论程度更是炸锅。难道作为曾经5星级高中生的布朗尼还不具备打 NBA 的能力吗？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本期视频就先讲这么多，如果你喜欢胖杰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